大家好，我是林哲明，是来自 Mempool 和打点钱包的创始人兼 CEO， 大家也可以称呼我为矿工哲亮。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从2011年起开始接触区块链，创办了福州博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博全网络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专注于基于工作量证明全球公有区块链领域的科技创新公司，致力于区块链事务验证、处理及智能合约的领域的研发。2020年初，公司成为中国首批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备案的比特币、BSV 和 BTC 矿池，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我们通过创新性的五币区块链使用范式，结合全球公链的信用优势，为探索合法合规运用区块链的全球开发者和企业提供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比特币区块链底层基础设施。创始团队是中国早期的区块链建设者，拥有丰富的专业产品及研发经验。其领导者林哲明是比特币协会中国大使、Bitcoin SV 技术标准委员会创始委员。我们致力于使用全球唯一不可篡改真相之源的比特币账本，推动社会进步。下面我将正式开始主题演讲。本次演讲的主题为 Merchant API， 内容包括什么是比特币节点、矿工的竞争机制、商户用 API 的工作原理和使用场景等，主要面对希望结合公有链进行开发的开发者和企业，以及对 Bitcoin SV 矿工竞争等感兴趣的听众，都欢迎大家进行参与。我们说到什么是比特币节点，要说两个方面，一个是节点的角色定位是什么，第二是节点的激励制度是什么。在比特币节点的角色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到，挖矿就是对交易进行验证和打包记账的这个过程。只有挖矿的才是节点，节点必须进行挖矿。我们说的矿工是运营节点的交易事务处理服务商，而不是单纯的以提供哈希算力为主的算力运营商。在这里，矿工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是他对收到的所有的交易进行验证，来确认每一个交易是合法有效的，并且把这些交易打包到区块中，形成一个交易的待处理的模板，然后把模板交给算力运营商，由这些矿机来对提供的交易模板进行计算，寻找出合适的可以通过验证的工作量证明。在这个过程当中，矿工是需要对每一个处理的交易收取手续费的，这部分的手续费是用来覆盖矿工的系统成本以及产生合理的利润。矿工解决了互相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工作量证明达成一致的状态，这就是矿工要做的主要的3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矿工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它的本质的激励的驱动力在什么地方呢？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节点的激励措施。对每一个参与比特币网络的矿工来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要打包更多的交易，获取到更高的手续费。这些手续费全部都是由交易的产生者提供给矿工的。同时，这些矿工还需要降低自己的估块率。那我这里就不多阐述关于估块率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的区块更容易可以被其他的矿工所接受的话，那么你的估块率就会更低。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每一个矿工来说，他都需要争取到其他的矿工在自己组装的交易，在自己组装的区块上面进行投票。这
就促使了对节点的挖矿的激励。在挖矿的过程当中，如果矿工打包的交易越多，那么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能收集到的手续费就会越多，它在手续费的收集过程当中的获利就可能会越大。只要单笔的交易手续费超过了矿工处理这笔交易所负担的成本，那么对于矿工来说，他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边际利润，它就是有利可图的。直到对矿工来说，打包单笔交易所收到的手续费等于他为处理这笔交易所要付出的成本，那么在这个时候，矿工就可能会考虑不接受、不打包这笔交易了。OK， 那现在问题来了，对于很多交易来说，这些交易他并不知道矿工接受什么样的费率，接受什么样的费率情况下的交易来覆盖矿工的成本，以及说为什么这些交易它的成本还是可变的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估块率的问题。随着你的交易的数量的增长，我们可以说矿工在自己的区块和其他的矿工进行沟通的时候，他的这个出的区块要发送到所有的其他矿工手里，让其他矿工进行验证。如果你的区块的容量越大，那么这个传输和验证的成本就会越高，而每一个矿工在接收到了其他矿工的区块以后，必须是在其完成了区块的验证之后，才会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挖矿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矿工如果收到的交易数量很大，超过了网络平均的处理的这个容量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些区块就会在区块竞争中处于下风。在完成了交易的验证之前，可能有另外的矿工打包出竞争性的同一个高度的区块，并且这个区块可以更容易的被验证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其他的矿工节点都会选择在一个更容易完成验证的区块上进行投票的。因此，矿工的竞争并不完全是在最先打包出区块，而是让自己的区块最先获得所有其他矿工的认可。这个节点是非常之重要的。在估块率上面，因为你的交易越多，那么你的验证成本越高，其他矿工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成本来验证你的区块，那么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出现竞争区块。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交易的成本，既包括了处理它的成本，也包括了因为要处理这些交易付出的这些成本代价带来的估块率上的提升的损失，这是机会成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节点来说，它一方面要打包更多的手续费，它就需要容纳更多的交易，收取这些交易中附带的手续费。同时，它又不能打包特别大的区块，因为你打包了非常大量的交易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区块的这个估块率就会很显著的上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考虑到机会成本，你就不会打包特别大的区块。所以这就是现在节点的一个受到约束的环境下的竞争。在这里，我们该如何提高我们的打包的交易量，如何降低我们的区块率的估块率呢？就引入了一个矿工的竞争的机制。在这里面有两类，一个是通过网络连通性的提升，第二是通过服务的差异来完成的。更好的网络连通性就意味着其他矿工可以更容易的、更快的接收到你发出的区块，那么他在接收了以后才可以完成验证，对吧？所以对这些矿工来说，你有动力
来提升自己和其他矿工的连通性。但是并不意味着说，作为矿工，你需要或者说你的最佳决策应该是和每一个出块的矿工保持最好的连通性。对矿工来说，他往往需要去找那些算力占比份额比较大的矿工，优先的和有更大算力占比，也就是可以有更高概率写入下一个区块，成为区块链的记账员的矿工保持更好的连通性。他会根据自己对网络的观察，通过工作量的证明来发现哪些矿工的价值更高，和这些矿工建立起更直接更快速的联系，来让自己的区块更快地传递到这些矿工手里，以及更早地接收并验证这些其他节点发出来的区块，完成验证后，以便自己可以开始进行交易，可以开始进行挖矿、进行交易的处理。除了更好的连通性之外，还需要有更快速的验证，这也是对矿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认为 Bitcoin SV 网络有能力承载起全球的所有的交易？那就是因为在经济激励的驱动之下，每一个矿工都会想方设法的提升自己的交易验证和处理的能力。这样它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个体，它的验证能力的提升，可以让自己更快速的验证其他矿工挖出来的区块，让自己可以更早的开始这个区块处理。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网络的处理能力是随着竞争逐渐的提升的。因此，如果你的处理能力慢于这个网络的平均处理能力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被这个网络甩下车，你的处理能力落后了，但是你就跟不上其他矿工的交易处理速度，就很有可能导致你总是在落后的区块上进行开采，你的估块率就会更高。所以估块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特币网络上的激励机制。我们不应该认为估块率是很可怕的，天然就可以有一些估块率，每个矿工都会遇到估块率，这是公平的。只有你在这个系统上投入更多，让你的区块最先被其他的区块处理服务商，也就是被其他的矿工所接受、所认可，那么你才可能通过这种手段来降低你的估块率。这就造成了在矿工网络连通性、矿工交易处理能力上面的一种竞争的激励措施。估块率的存在就是为了激励。在服务上，矿工也会想方设法的提升，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里面当然包括降低自己的成本。那有些人会知道，有很多提供算力的算力运营商会选择很多成本很低的地方，电力成本很低的地方，人力成本很低的地方来进行这个算力的运营工作，就是俗称的挖矿。但是除了在算力上的成本的降低之外，也会考虑的说，在挖矿以外利用好这些数据，提供更高的收益。那么这些收益是怎么来的呢？这些收益是靠着矿工对外有偿提供他们的数据服务来获取额外的收益。这些数据服务并不是说只有矿工能提供，但是因为矿工天然的拥有了这些数据，本身就要处理全网海量的数据，所以他们在这些数据的存储、处理等方面的成本
已经是沉没成本，因为它挖矿已经必然要承担的。额外的提供一些数据服务作为增值的数据服务来讲，它是具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的。因此，这一部分的新增的收益是可以提升矿工的总收益水平的。所以我们讲，矿工并不是个简单的只处理交易，然后挖出区块获得区块补贴和交易手续费的服务商，他还需要通过运营自己正在处理的这些交易、这些数据来创造更多的价值。整体来看，作为矿工的总收益来参与竞争，收益率较低的矿工就会因为它的收益率不足而逐渐的被网络所淘汰。因为同样的一笔交易，同样处理一部分的数据，对某些矿工是盈利的，对有些矿工是不盈利的，他们之间的成本盈利的差异就导致了这种收益率的差异。因为收益率产生了差异，就产生了矿工的分化。每一个参与挖矿竞争的矿工都会努力的想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促进了比特币网络的竞争和合作。第三点，有个非常重要的看法，就是可能在不久后的将来，你无法作为一个非矿工的方式连入矿工网络，向矿工去索取区块数据，索取交易数据。这个看法很有意思，很多人会觉得有问题。你看，你不是说比特币网络应该是一个来去自由、一个不需要许可的网络吗？可为什么在这里面你却要排斥新加入的竞争者呢？在我看来，这还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对于每一个矿工来说，如果他把自己的数据提供给其他具有算力的挖矿的矿工，那么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其他矿工验证自己将来区块的这个验证速度，来降低自己的估块率。而不挖矿的矿工没有记账权的这些节点，是在接受到这些数据以后是没有办法降低发送者的收益率的，的估块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矿工并没有很强的动力把自己的数据无偿的发送给不挖矿、没有记账权的节点手里。那些所谓的全节点，以后可能是需要向矿工付费来购买这些数据，才可以获得加入矿工网络的这个资格。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否会损害矿工的竞争激励的这个措施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做并不会。为什么？因为对每一个新加入网络的新进矿工来说，他可以在不获得所有交易的情况下开展他的第一个挖矿的工作，也就是可以通过只挖区块头的方式进行空区块的打包。它一样是有意义的，因为第一，新加入矿工一开始的空区块，因为它这个整个算力是新进入的，并不会对整个网络带来这个区块和交易处理速率上的损失。其次，它通过这样一个工作量信号，向其他矿工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有记账能力的参与者，并且给出了让其他矿工联系自己的联系方式。这就是我今天后面会讲的 Merchant API 里面可能会包含的内容。在给了和自己联系的方式以后，其他矿工就被激励着，因为他们都要降低自己的估块率嘛，被激励着
和这个新矿工建立联系，和这个新矿工交换数据。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背后有着足够算力的新的参与者，如果我能够进一步争取到他对我的区块的认可，那么我自己的估块率就可以得到降低。完全从自私的角度出发，大家就会非常容易的包容的把新加入的竞争者纳入自己的连接范围。那么应用程序该如何和这样的矿工网络进行合作呢？我们知道矿工的竞争是非常之激烈的，每个矿工都在尝试的降低自己的成本，都在尝试的打包更多的交易。这些低成本的措施是通过竞争出来的，对于开发者，对于普通的应用程序来说，他要想着使用更好的竞争机制产生的服务，因为这些服务它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具有很强的竞争。因此每一个应用程序都要想着如何使用这些很普遍的由矿工可以直接对外提供的服务。这些服务往往是我们说的简单支付验证 SPV 模式的一个基础。所以每一个程序在开始设计之初就会要想到 OK， 我应该是以一个 SPV 程序的姿态来设计我的商业模式，设计我的产品。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当然还存在很多基础设施方面的弱项，并没有能够非常好的服务这些开发者。同时现阶段的 SPV 的开发还缺乏一些非常好的范式来让大家可以轻易的使用，缺乏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可以考虑的说，在这些 SPV 的基础范式之上，通过使用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来降低自己在基础设施上的成本。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作为 SPV， 你肯定要独立验证自己收到的每一笔交易。那通过什么呢？通过默克数的默克证明，通过区块头数据。那作为 SPV 钱包，它该如何去获得最新的区块头数据呢？它是不是要自己写一个 P2P 的客户端连到矿工网络，然后向矿工网络去索取最新的区块头数据呢？那这个是不是就要求应用程序的开发者都要熟悉理解比特币的 P2P 的这个协议才能做到呢？其实不一定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通过自己去了解 P2P 协议，使用这个 P2P 协议来获取到区块头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大家说这个能做到 OK， 但是你可以不完全依赖这种模式，你可以向其他的应用服务商去获取到区块头数据，并且独立的对这个区块头的难度、后面的工作量证明进行独立的验证。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旦你发现你背后的服务商停止工作了，你可以以非常低的代价进行切换，并且又因为这些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是非常基础的，所以他们之间也会具备高度的竞争性，你才能够获得极低的成本。除了像获得区块头这样简单的事情以外，当然我们还有由 Merchant API， 就是 MAPI 来帮助应用程序进行应用程序和节点之间的通讯。我们刚才说，每一个节点面临的成本、面临的竞争、面临的网络联通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对于费率的选择，对于如何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的策略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对于应用程序来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发出的交易能够到达比如说全网的
95以上的这个有记账能力的节点，你很难通过猜测他们每个节点、每个矿工能接受什么样的费率来构造你的交易。有鉴于此，像 Merchant API 就会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费率查询的功能。你可以直接去问每一个节点的运营商，你们接受的费率是多少，然后在返回的结果之上来选择构造设计的交易，可能会把这些节点运营商按照算力的累加或者是有多少进行一个排列，然后再根据自己所需要的算力认可的这个范围来选择最合适的费率区间，进而构造自己的交易。当然这部分的内容我们知道都很容易可以做到嘛，也会有一些第三方的服务商来帮助应用程序开发者做好这样的沟通的工作。这里面就有一个很突出的要点，就是在应用程序层面使用比特币网络，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方式。如果你现在所依赖的这些服务商，他们的服务质量、他们的服务态度不满足你的要求，那么你可以很容易的把他们放在一边，通过自己的力量替换掉他们。你并不会担心你的数据，担心你的工作业务的模式和他们进行强绑定，导致你的业务最后是被其他人所控制。OK， 刚才我们最后说到了这个 Mappy 的这个提供费率的这个事情，那么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 Mappy 的工作原理，它是如何和我们的应用程序进行结合的。Mappy 目前来说做的事情，第一项是替代了节点中的费率检查模块，第二项是可以使用矿工的身份对返回的结果进行签名。我们都知道，在节点当中对交易的验证是有很多个步骤的，有包括了对交易的这个脚本执行的验证，对交易的 UTXO 所用的 input 是不是合法的验证，当然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这个交易付的费率是不是符合要求。原先这些工作全部都是在节点中用节点内部的代码进行完成的，但是 Mappy 是非常重要的，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把这部分费率检查的模块给剥离了全节点的代码，可以用独立的代码对不同的费率进行检查，同时再提供了一个原先没有的功能，就是结合了 Miner ID 这样一个由工作量证明背书的信用体系，使用矿工的身份对返回结果进行签名。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返回结果进行签名呢？当然，一方面我们是说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确认你的结果是来自你发送的对象那个矿工，你会知道是谁给你的返回结果。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后面再说。从意义上，我们会知道一个重要的观点是 Mappy 其实给矿工提供了价格歧视的工具。这里的价格歧视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不同的用量来提供不同等级的不同费率的服务和计费方式。比如说，我们针对信任的客户和不信任的客户做一个区分。对信任的客户，我们可以开放更高的区块链链式交易处理的上限。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应用程序开发者，比如说像
著名的这个天气笔啊，这个 Weather SV， 他们会使用大量的链式交易来把他们的数据写在区块链账本上，获得这个区块链的时间戳的证明。但是它的交易因为存在大量的链式交易，所以通常情况下，节点的设置是25个链式交易上限，超过了25个未确认的链式交易，它很可能就不会被区块所接受。在这时候，有一些矿工，比如说 Mempool， 就会对他们有针对性的提供更高的链式交易处理的能力，而这部分接受的能力，它不能够对所有的用户一起开放，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对节点和运营商的攻击。你可以很容易的构造一大串其实是无效的交易，但是因为前置的这个链式交易的链的长度放得非常的大，那么你的攻击的效果和你的攻击就会非常的强，你的攻击的成本就会比较低。通过这种方式，矿工就可能需要不断的把交易接受、验证放到内存池，或者是再移出内存池，因为它无效了，会影响到矿工对正常交易的接收和处理。所以对矿工来说，他很可能对不同的类型的客户信任的，我相信你不会攻击我，那么我就给你开更高的权限。但是如果是不信任的，我不知道你是来源于何方的这部分交易，那我可能会用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还有，我们可以用 Mappy 对不同使用量进行激励。对矿工来说，我们的成本，比如说带宽、服务器，比如说背后的算力，都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此，当前的交易数量越多，我才能获得到更多的交易手续费。那么，我就很可能对某些能够提供超大量交易的这个应用程序提供一定的折扣。那么前提条件就是它一定要真的能够提供这么大量的交易，我在计算我的平均的成本的时候才能够有利可图。所以我们可能会针对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不同的用量标准来提供不同的费率的结算方式，来让有些付不起更高的费率，但是又能够创造出大量交易、创造价值的这些用户能得到满足。但是对于很多普通的应用程序开发者来说，当前的费率已经足够低到他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了。所以这部分就是基于用量的价格歧视。我们还可以分不同的角色，有一部分的连接的方式是数据服务商，他可能要的是全量的海量的数据。有一部分是普通的钱包，它可能只需要发送交易、获得默克证明等基础的服务。有一部分可能是复杂的应用程序开发者，他可能需要矿工除了在给他提供基础数据之外，还可以做一些预处理和筛查的工作。还有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其他矿工的连接。我可能会找到其他矿工，并且通过 Mappy 和其他矿工进行协商，我们发出的数据都可以针对不同的矿工进行加密的处理，来有针对性的把特定的交易推送给不同的矿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如果我们还是通过传统的 P2P 网络进行发送的话，那么还是会通过普通的费率的校验、普通的交易的校验的这个过程。而通过 Mappy 在矿工之间进行通讯的话，是可以绕过这些检查的。
我作为矿工和其他的矿工互相之间是有一个信誉的基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知道我发出的这些交易可能会更可靠，也不会对其他的矿工节点进行攻击。因此，不同的节点都会通过 MAPI 的这种沟通方式来互相的传递信息，来进行区块的同步。那么 MAPI 的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最核心的事情是，这是一个 Trust and Verified 模型。刚才我们说到 ，MAPI 第一加入了矿工自己的签名，第二提供了矿工和其他矿工和合作伙伴之间通讯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会首先信任我们的合作伙伴，并不会使用这种走后门的方式对我们的服务发起攻击。在发送了大量的低费率交易之后，又双花，然后导致出块以后的这个内存池的重构成本会提升的，并且他们可以发送大量的没有主线交易的无效交易来充斥矿工的内存池，这些都是对服务攻击的方式。如果是信任的伙伴的话，我们是可以移除掉这些攻击的防备的方式来降低处理的成本。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可信的伙伴，跟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意，那么我可能对你的很多行为不设检查，直接放你过来。但是事后我们是会对你的行为进行验证的，就是一旦你通过这种方式滥用了这样的通讯信道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话，我们是可以很有效的对其进行检测和阻止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矿工的损失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可以快速的检测到这样的攻击，快速的验证合作伙伴的行为，然后对非法的攻击行为进行阻止。阻止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不再跟你做生意了，因为你骗了我。所以这样的模型它其实是非常鼓励诚实的行为。在鼓励诚实行为的基础之上，我们就非常需要之前讲的矿工要对自己返回的信息进行签名验证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有了矿工自己的 miner ID 的签名，这样的返回的信息才更加有效，它才可以让被攻击者把这些消息、这些交易的信息拿出来，作为受到攻击的证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基于工作量证明的 miner ID 体系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信用建立的一种体系的原因。因为不光是你受到了诚实参与的一个激励，一旦你在这做事情的时候犯了错，你对其他的用户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你将为此承担责任。在 MAPI 之上，我们除了通过价格歧视来引入更灵活的计费之外，还可以引入这些更高级的交易的特性，比如说更高的链时上限啊，或者是更低的这个交易粉尘的上限等等。这些全部原本都是作为矿工用来防御攻击的一种防御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中本聪曾经说过，引入这个费率，本质上是用来做什么？本质上它主要是做 flood control，
为了防止这样的一个很优秀的措施被滥用，那么在逐渐建立了信任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步的拆除这些原本用于防止攻击的防范方式，来让这个账本得到更充分的、更低成本的使用。同时，矿工和矿工之间也会开启协商的方式，来协作提供更好的服务，来为诚实的商业提供更有价值的、更稳健的、成本更低的区块链底层服务。除此之外 ，Mappy 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基于双花的监测和保护。具体的内容我已经在之前的 Webinar 跟大家阐述过了，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对其进行过多的描述。Mappy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所有的开发者、所有的程序充分利用矿工之间的基础设施，来在一个既定的安全模型下对即时交易进行确认和保护。你不再需要操心区块链记账的区块这么一个概念，你只需要关心你的交易是否到达了所有的记账员手里，并且在此之前并没有收到任何双花的尝试，那么你的交易就可以看作是成功了。而这些一定要通过 Mappy 才可以做到，因为你还是需要得到矿工对此负责的一个声明，也就是矿工签完字的回执，来确保你的交易真的由这个矿工接收了。否则你也可能会被一些中间商给欺骗了。下面我来说一说 Mappy 的一些使用场景。它第一是包括了有矿工的接口，矿工的接口是提供了以下的功能：第一个是双花保护，第二个是默克证明，第三个是实时的通知。这些都是由目前我们矿工可以直接提供的服务所达成的效果。在双花保护方面，重要的不仅仅是通知当前的状态，我们可以在此之上再提供一个对当前双花交易的通知，而不是像现在的节点收到了一个双花交易，会把第二个交易直接丢弃掉。其实对双花交易的检测和通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当然，对每一个节点运营商来说，它并不会做到对每一笔交易都进行双花的检测和通知，往往是很重要的，由交易的创建和发送方很在意的订阅过的那些交易进行通知。这些通知就可能是实时的建立一个通知信道，直接反馈给查询方。同时，我们还可以提供默克证明，来证明某一个交易是包含在区块中。每一个开发比特币应用的开发者程序，他们都不再需要背后连接一个所谓的全节点，因为有了简单支付验证，有了默克证明，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知道你当前的这笔交易是不是包含在区块中。具体怎么使用 SPV， 怎么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来帮助应用程序，大家可以期待本次开发者大会上
来自 N-Chain 张伟的演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当前矿工提供的 MAPI 接口的一个样子。这里有包含这么几个字段，一个是 payload 就是所需要发送的这个返回的这个信息，你通过 payload 里面呢可以加载你的需求，然后矿工给你返回结果都在 payload 中显示。然后还包括了签名，包括了公钥。公钥和签名在一起就可以对 payload 的这个内容进行核实，来确保 payload 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的篡改。同时还包括了2项，一个是 encoding， 就是它的编码格式，还有 MIME type。这2个是用来指定我们的 payload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解析的一个定义。在计算矿工费率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的一种叫做 DTFC 的步骤，它使用了一种确定性的方案，来向每个应用开发者提供一个怎么通过 MAPI 接口来计算出当前我应该使用多少费率的一种方法。那么它很重要的是，第一个是它使用的是整形的运算，第二是设置了一个零费率，可能出现零费率时候的一个意外的处理，它是不会出现零费率的，如果是0的话，就会把费用设成1。同时在设置费率的时候，建议使用十进制，而不是这个1024的方式来计算。这些都是矿工可以当前提供的接口。怎么使用它呢？第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打点开放平台使用由 Mempool 提供的 MAPI 接入方式。同时 TAO 也是另一个非常知名的 Bitcoin SV 矿工，同样也提供了 API 的接口。还可以通过 Metapool 一个非常小的矿工提供的 API 进行接入。以上3个都是有算力的矿工提供的服务。之后还有一些封装好的 SDK 和 API， 能够帮助我们现在的开发者更容易的使用矿工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包括有 Unwriter 的 Minercraft， 还有 What's on Chain 提供的开发者 API， 还有最新的来自 Libs 的 TXBox。 它们都是非常好的开始进行开发的很容易上手的工具。在此之上，我们的将来可能会在 MAPI 的应用层次上提供越来越多丰富的服务，而不仅仅局限在刚才提到的那些关于费率啊、关于交易的内容。它还包括有节点之间的连接和交易的传递传输，包括有收款交易处理服务商。作为一个收款机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银行的这个在 POS 机上面的这个收单行，对吧？它来帮助处理收款交易。也可以有一些区块链数据服务商对外提供区块链数据的查询，各种各样的应用，他们会使用 MAPI 和矿工进行联系，从矿工中获取重要的这个数据的传递，以及还有可能基于工作量证明我们的 Miner ID 背后提供信用的担保的一些服务。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服务类型。我也希望在座的开发者能够在这些事情当中有所启发，找找看目前我们可以用 MAPI 这么一个机制来协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以上是我本次演讲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或对项目感兴趣，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交流。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business@
博全 inc.com， 这是我们的商务邮箱。同时欢迎大家将本次大会推荐给身边的区块链行业从业者，并持续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域名是 bsv.csdn.net。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后续还会有其他嘉宾带来同样精彩的演讲内容，请大家不要错过，继续收听，谢谢。